要么不开张，开张吃3年。今天我带大家去看一下，有那么一个工厂，它1年只住3个月，但是挣的钱呢，可以在国内1线城市买到房。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。你们可能不相信，在老挝的雨季的时候啊，全部都是红菌，特别是像那种高一点的原始森林里边。我不知道你们在国内吃到的红菌是多少钱1公斤，国内可能很多人没听过，但是在江浙沪啊、广东啊、福建啊，包括潮汕地区那边煲汤啊都用。你知道他们产自哪里不？就是产自老挝。当然中国它也有，但中国少，老挝很多。每到雨季的时候，都是红菇的生长期。然后呢，这边很多当地的农民去山上去采那个红菇，因为这边的红菇啊，全部是在深山老林里边，就是野生的嘛。采下来以后，他们当地人啊，建烤炉啊，把它烤起来，烤干。然后呢，还有一部分他们采的太多了，就卖给这边的工厂，让工厂那边帮他加工。红菇又称之为红菌，俗称菌类中的什么战斗机。红菌呢，基本上可以分为3种，一种叫丁菇，就是那种很小的，就是没有开出来的；一种叫标菇，标菇是最好的，就是刚好那么大，没开破；一种叫开菇，开菇呢就是开的太大了就不好看。其实营养价值呢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呢就是不好看，所以呢价格呢也分了3、6、9等。这个工厂正在建，这个就是烤房，因为现在马上就到红菌的那个生长周期了，如果不快点建好的话，就可能赶不上今年这波红菌了。这边是烤箱，但是这个烤箱不是电烤箱，柴火烤的，就是那种土方法烤的。这边全是地炉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地炉是怎么弄的。这个地炉呢有2个口子，从这里加柴火进去，这柴火进去烧，加热，加热以后整个小房子里面都是热的。这个烤箱分2边，这边的那个布局也是一样的，像这有这么高，但没有封顶，上面的顶上面也把它封起来，然后这里边也会注意上门。这后边呢是烧柴火的地方，就是每当烤红菌的时候啊，它会烧柴火，就是把它加热，加热到一定的温度，红菌就可以慢慢的把它烤干。烤红菌呢是门技术活，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得了的。老挝这边租借土地是很便宜的，买土地1亩土地好像就1000把块钱人民币吧，就在偏远的地方啊，城市里边我就不是这个价格了。很多人啊都想来老挝投资，他们都说在老挝买地便宜，生活的成本很低，买菜它也便宜，找老婆它也便宜。其实我告诉你，除了土地很便宜以外，基建成本还有3通，就是通水、通电、通路，没有一样会比国内便宜的。这边是做事的工人，都是老挝人，可能工价不是很贵，但是他们的效率不高。一个中国人随随便便可以点到5个人吧。这边正在建设的呢，就是宿舍，现在在搞外墙的粉刷。有没有在国内出装修的？如果这个是给你们来做，你们会不会这样做？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。这里边就是老挝工人在里边住的地方。我们以前在山上面住的地方，至少还打个木架，到他们这边呢，就直接睡在地上面了，拿上席子，也不知道寒气会不会比较重。这里还有个帐篷，不知道是谁住的。其实，在老挝啊，其实他们的土地成本是不贵，但是他们的基建成本太贵了。稍微好一点的东西，就在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运进来的，价格呢都不便宜。有很多网友给我留言，生姜你做完了，现在雨季到了，现在你去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也去当地老百姓家里面收红菌，当然呢，但是呢，那个条件呢就没有收生姜那么苦，可以带你们去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，时不时去老百姓家吃顿饭啊，买只鸡啊。那买鸡很简单的，我跟他们都熟，顺便呢去看一下山里面的风景，带你们看一下新鲜的红菌是什么样的。